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俄军重地阿赫图宾斯克空军基地发生爆炸。乌军袭击莫斯科航空制造工厂，俄军40%弹药或来自朝鲜。3年来首次，基辅上空出现乌军大型运输机，制空权正发生变化。金牛座2.0，德元远程导弹即将部署乌军，乌军精准打击，摧毁扎波罗热俄军后勤卫星站与哨卡大桥。惊险一刻，俄民航疑遭自家防空系统瞄准，航母陷入难危危机。普京钦点军队155旅指挥链断裂，2任旅长接连阵亡。战争研究所，俄军仍以高昂代价换取毫无意义的推进。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近日再次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直指俄军的重要军事基地与工业设施。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7月11日前后，乌军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里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地区，目标直指阿赫图宾斯克空军基地。随后传出阿赫图宾斯克军用机场起火的报道，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目击者称，俄军防空系统当晚持续运作至深夜。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区域出现多个着火点，目前尚无俄方官方回应，事件的具体战果仍待核实。引发关注的是，该基地部署了俄罗斯被誉为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苏57。这款5代机是俄方重点宣传的高端战力平台。然而，早在2023年6月，乌克兰就曾通过空袭命中该基地，成功摧毁一架苏57，成为史上第一架在实战中被击毁的5代战斗机。经历此次打击后，俄方才开始加紧建设机场掩体与机库，而这很可能与乌军此前发动的蛛网行动有关。该行动曾接连打击多个俄军空军基地，摧毁数十架战机。此次阿赫图宾斯克机场再遭袭击，无疑释放出乌克兰可能将持续对该基地进行打击的信号。一旦苏57再度遭受大规模破坏，将对俄军的战力与信心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在同一夜间对俄罗斯西南部奥伦堡州发动空袭，目标为奥尔斯克的机械厂。袭击引发8号车间剧烈火灾，并伴随多次巨响，现场浓烟滚滚。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可见，整个厂区被黑烟笼罩。奥尔斯克工厂是俄军多管火箭炮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同时涉及石油与天然气加工。据悉，工厂早前尝试安装防护网以阻挡无人机袭击，但效果显然有限。此次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乌克兰在过去几天接连发起空袭，并在短短3天内2次攻击了莫斯科地区的重要军事目标。根据 Astro 的报道，当地时间7月11日夜间，乌军再次向莫斯科东南约135公里的卢霍维奇市发射了多架无人机。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当地的基沃罗宁航空制造工厂，这座工厂长期以来专注于米格系列战机的生产。目击者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突破了俄军的防空体系，在工厂周围与防空火力发生激烈交火，爆炸声不断。工厂附近的黑烟也被目击者捕捉到。俄方则声称击落了所有10架无人机，并强调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然而，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了这次袭击，并表示工厂发生了火灾和爆炸。此外，乌军还对为俄军生产防空导弹的西普诺夫设计局进行了打击。基沃罗宁工厂是米格飞机公司的一部分，负责战机的组装和试飞等关键任务。米格战机，尤其是米格29，在乌克兰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在西方的援助下，已进行了现代化升级，能够搭载北约标准的导弹。在这场战争中，俄乌两国的军工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透露，朝鲜目前为俄罗斯提供了40%的炮弹，这些弹药包括弹道导弹和火炮弹药。朝鲜与俄罗斯的合作中，俄罗斯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虽然俄朝两国尚未正式回应这一消息，但自去年以来，朝鲜向俄军的弹药供应已经成为事实。
此外，俄朝之间的军事协作也愈加紧密。近期，俄朝双方已确认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与俄军协同作战。在库皮扬斯克战场，乌克兰总统旅表示曾摧毁一套朝鲜援助的75式多管火箭炮。该火箭炮正准备对乌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被乌军无人机精准锁定并摧毁。随着战争的持续，朝鲜装备逐渐出现在俄乌前线，标志着两国军工合作的深化。这两天，基辅上空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架庞大的安124重型运输机划破长空，稳稳穿越乌克兰领空，毫发无损地抵达首都。据路透社披露，当地时间7月11日，这架由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制造的安124运输机自海外起飞，满载武器装备，飞抵基辅。初步判断，这趟航程携带了大量西方援助物资。俄方的军事记者迅速跟进，断言机上装载的是导弹和防空系统。就在不久前，美国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援助，作为国防预算的一部分。基辅方面随后证实，首批军援物资已通过波兰热舒夫机场运抵乌克兰，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与海马斯火箭炮。但安124的飞行细节，乌方并未进一步公开。这是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出动本国大型运输机飞越首都上空。在俄军3年猛烈空袭下，这架飞机得以艰难制造，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更令人关注的是，这一事件也凸显出制空权格局正悄然变化。如此巨大的目标在俄军雷达眼皮底下飞行，未遭任何拦截，甚至连一架俄空天军战机的影子都没看到。直到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后，俄方才后知后觉。俄军记者随即对情报部门提出尖锐质疑：这架运输机究竟运送了什么？或许接下来的前线战士会给出答案。事实上，类似的空中主动权变化也正出现在前线。相比开战初期，俄军战机出动频率明显下降。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增强，迫使俄方将航空力量转移至更后方的基地。与此同时，乌军战机频频升空 ，F-16等先进战机也开始参与作战，轰炸俄军前线指挥部，甚至大胆深入俄罗斯本土，空袭库尔斯克等地。空中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悄然改写俄乌战局的天平。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正迎来关键突破。德国即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远程导弹，预计将于7月底抵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 Nexta 新闻报道，德国陆军新任司令克里斯蒂安·弗洛伊丁少将近日公开证实，柏林将在未来几周内向基辅输送远程打击武器。他强调，此举将在短期内大幅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与整体作战能力。这番表态立刻引发军事界热议。不少分析人士猜测，这批导弹可能是金牛座巡航导弹的技术衍生版本。早在数月前，德国总理梅尔茨就曾多次放话，称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系统。俄罗斯方面则对此强烈反应，警告称德国一旦交付此类武器，将被视为主动参战，并威胁可能对德国本土实施打击。而此次由弗洛伊丁将军亲自披露这一计划，更显得意味深长。作为德国政府中负责对乌军事援助的关键人物，他的表态被视为德国援乌政策向更深层推进的信号。与此同时，有关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的消息也在升温。俄媒近期披露，乌克兰即将量产 HRIM-2弹道导弹，这款武器对标的是美制 ATACMS 系统。基辅方面此前已透露相关计划，如今俄方也开始关注这一进展。据介绍 ，HRIM-2的最大射程可达500公里，理论上可覆盖莫斯科周边地区。它可搭载100至350公斤的战斗部，飞行速度高达每秒3公里。今年5月，该型导弹曾在实战中击中距离300公里的俄军目标，性能引发关注。除了德国，西方国家近期也同步启动了新一轮对乌军事援助。北约发言人哈特近日表示，将继续协调各国资源，全力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这其中包括由欧洲国家出资，从美国紧急采购的防空与导弹装备。
白宫方面也已证实了该计划的存在。乌克兰南部战火再度升温，乌军正在地面与空中同步展开反击。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7月10日，俄军控制下的扎波罗热地区梅利托波尔市突遭袭击，一座俄军工厂与后勤基地被精确打击。乌克兰情报总局随后证实，袭击目标包括俄军存放大量军事运输设备的后勤部署点。此次行动由乌军情报人员主导，他们秘密潜入梅利托波尔周边，在关键设施附近预埋爆炸装置，并远程引爆。初步报告显示，此次爆炸摧毁了2个仓库，造成5名俄军死亡，并摧毁了一个卫星通信站。这起地面袭击是乌克兰近期在扎波罗热地区展开的又一次精密破坏行动。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在南部展开高频率出击。在扎波罗热东部，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从高空突入俄控区域，对一座俄军设有哨卡的大桥发动空袭，投下2枚精确制导炸弹。前线流出的视频记录下了整个打击过程，战机在空中快速锁定目标，大桥瞬间陷入爆炸与火光之中，哨卡随即被摧毁。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空军频繁出动，米格29与苏27几乎每日在南线升空支援。扎波罗热方向成为新一轮攻防焦点，俄军在苏梅方向受挫后，正持续向该区域增兵，试图扭转战局。然而目前看来，攻势尚未取得实质突破。乌军日前在前线还俘虏了2名俄军士兵，从其口供中也确认俄方正在扎波罗热周边集结重兵。为应对不断升级的攻势，乌克兰继续加强技术武器投入。基辅方面近日宣布，投入一款全新型巡飞弹 Tandem， 用于精确打击俄军雷达与指挥节点。这款弹药射程达200公里，配备昼夜两用摄像系统，弹头重12公斤，可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实施定点清除。眼下，乌军正在利用无人机、远程火炮与空中力量，联合压制俄军南部集群，战局或将出现新的转折点。俄罗斯军方近日再现争议。据多家媒体披露，当地时间7月10日晚，一架从明斯克飞往莫斯科的民航班机疑似遭到俄军防空系统误击，所幸最终安全迫降，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俄媒 Mash 报道，涉事的是 AFL1845 航班，当时正准备降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就在这时，俄军防空系统疑似将其误判为空中威胁，甚至出动了铠甲防空系统进行拦截，机体遭到轻度损伤。虽然俄罗斯官方尚未发布正式声明，但前俄国家杜马议员涅夫佐罗夫在社交平台证实了此事，并声称这是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密集空袭，干扰了俄军的防空判断。他强调没有人员伤亡。事实上，莫斯科近来确实频繁遭到乌军无人机打击，多座机场曾因安全问题短暂停飞，数百航班被取消。而这次疑似误击民航事件，再度引发公众对俄军防空系统的质疑。更令人关注的是，这并非首次类似事件。今年5月，俄军就在特维尔上空向一架民航机开火，当时乌军正攻击米加洛沃军用机场，俄军疑将一架本国的安62客机误判为大型无人机，结果对其进行了猛烈开火，所幸未被击落。早在去年，俄方还被指击落了一架亚塞拜然的客机。随着俄阿关系恶化，阿方更曾公布一段疑似俄军蓄意攻击民航的录音，但俄方坚决否认。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也传来另一则重磅消息，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据消息报披露，这艘原计划翻新的航母其维修工作已全面停滞，原因是严重缺乏资金与技术资源。目前，俄军已被迫考虑将该航母彻底报废，分阶段拆解。一旦这一决定被落实，俄罗斯海军将正式进入无航母时代。作为苏联时代的遗产，库兹涅佐夫号自服役以来命运多舛，故障频发，火灾不断，而今或终以烂尾收场，成为俄军现实困境的象征之一。7月2日，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俄海军副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在库尔斯克前线作战时阵亡。但令人玩味的是，对于古德科夫的死因，官方始终讳莫如深。这位副司令的晋升之路颇具争议。今年3月，他还只是太平洋舰队第155近卫海军陆战旅的旅长，却在短时间内火箭式提拔为海军副司令。要知道，按照俄军体系，旅长一般仅为中校或上校军衔，而海军副司令的级别至少是中将。这种跨越级别的任命令人侧目。一种观点认为，古德科夫是因战场表现突出而破格晋升，但更多分析认为，这一跳级反映出俄军指挥体系的混乱。随着黑海舰队几近覆灭，俄罗斯海军高层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导致只要还能动的军官都被临时提拔停空。讽刺的是，这位刚升任副司令不久的将领，居然还要亲自上前线作战，最终死在导弹袭击之中，不仅暴露了俄军人手的紧缺，也揭示了高层指挥官的用命硬扛。古德科夫生前也并非毫无争议。据多方消息称，他在任职期间因克扣士兵军饷而臭名昭著，甚至被讽刺称那些军饷帮他买了棺材和花圈。更令人震惊的是，同一天，第155旅的现任旅长谢尔盖·伊林上校也确认阵亡。据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乌尔马斯基区政府通报，伊林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战死，他的出生与死亡日期为1985年11月26日与2025年7月2日。独立媒体 Astra 公开了伊林上校的葬礼照片，种种迹象显示，古德科夫和伊林可能在同一场战斗中被乌军精确导弹同时斩首，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两位高级指挥官极可能在指挥第155旅于库尔斯克方向发起反攻时被乌军猎杀。这意味着俄军引以为傲的第155旅在一天之内连续折损2任旅长，创下罕见战损纪录。第155旅原本是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头牌精锐，曾参与阿富汗战争、顿巴斯战役以及扎波罗热的关键战斗。在库尔斯克方向，该旅也被俄媒大肆宣传为击退乌军、迫使其投降的主力之一。但事实是，第155旅早已历经多轮重创，人员几乎全员换血，从普通士兵到旅长都已换过一轮甚至多轮。而此次旅长双亡事件，无疑再次打击了这支部队的士气与稳定性。尽管俄军目前在库尔斯克方向声称已经收复大片乌军阵地，但据乌方消息，仍有多个乌军小组继续在战区活动。而乌军原本在高峰时期控制的1300多个区域，目前仍保有几十处阵地仍未完全撤离。第155旅此次失去了包括现任与前任在内的2位旅长，无疑成为乌克兰斩首战术的最新战果。这支7次受奖的俄军精锐，如今却成了反复被乌军打击的目标，甚至成了国际舆论的眼中钉。2025年7月12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35天。战场最新战况消息显示，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持续在奥利霍夫周边集结兵力，攻势逐步加强。过去24小时，俄军空袭了卡缅斯克北部地区，这也反驳了此前有关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地的说法。同时，俄军试图从奥利霍夫西南部发起地面突击，但遭乌军有力反击，被迫退却。在科斯蒂扬基夫卡方向，由于在亚布卢尼夫卡遭遇顽强抵抗，俄军调整进攻重心，开始尝试从道路北侧和西侧包抄，推进至斯捷潘尼夫卡。托列茨克战区也呈现出紧张态势，俄军在列奥尼基夫卡、舍尔比尼夫卡以及托列茨克扎巴尔卡区实现局部突破，逐步蚕食乌军防线。在红军村一线，俄军正试图从多个方向逼近这座被称为堡垒城市的防御要塞。尽管有报道称俄军部队已抵达邻近的米尔诺格拉德，但目前红军村已被完全包围的说法尚无确凿证据。不过，乌军在该地区的补给线已面临严峻压力。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迟迟不调兵增援，这里恐将成为俄军重点突破的缺口。尽管如此，正如观察人士所指出，即便红军村失守，也未必会对整体战局造成决定性打击。
美国战争研究所表示，俄军目前仍在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换取微不足道的战术进展。经济学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按当前推进速度，俄罗斯需要整整89年才能彻底占领乌克兰全境。根据统计数据，俄罗斯军队在5月共占领498.53平方公里，6月略降至466.71平方公里，平均每天推进面积仅15.8平方公里。经济学人将其形象比喻为每天所获土地大致相当于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面积。更令人震惊的是，经济学人7月9日的最新估算指出，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俄军的伤亡人数已达90万至130万，其中阵亡人数为19万至35万。自俄军5月1日发起2025夏季攻势以来，仅2个多月便有约3.1万名俄军士兵阵亡。换算下来，俄军平均每阵亡1人仅能推进0.038平方公里，如此低效的战术代价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经济学人认为，随着俄军装甲车数量锐减，兵力消耗殆尽，今年夏天很可能成为俄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最后窗口期。倘若此次攻势依旧无法扭转战局，俄军恐将失去战略主动，陷入长期消耗战的泥潭。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